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件真事，有户人家的老父亲生前乐善好施，临终前嘱咐家人，死后不用大操大办，把骨灰撒进大海，说想与浪花作伴，自由自在。家人敬重他的意愿，雇了船把骨灰撒进了深海。当时看着白浪卷着骨灰散开，还觉得这是种洒脱的告别。可没过3个月，家里人就开始频繁做噩梦，梦里老父亲站在冰冷的海水里，浑身湿透，嘴唇冻得发紫，一遍遍地喊冷啊，好冷啊，每次醒来都一身冷汗。家里的小儿子原本生意做得顺风顺水，那段时间突然接连亏损，女儿也总莫名生病，去检查却查不出问题。后来他们找我咨询，我一听说账法就明白了，海水属阴，寒气极重，骨灰撒进去，灵体就像没根的浮萍，被阴寒之气裹着，既没法安定，也没法超生。那股阴冷的气场顺着血脉传到子孙身上，家运能好才怪。最后我让他们在海边设了个灵位，供奉着老父亲的衣物，每天上香诵经，还替老父亲送了件厚棉衣过去。过了半个多月，家里的噩梦才停，运势也慢慢缓了过来。这事儿不是我编的，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。它也让我更坚定地想跟大家说清楚，人死后骨灰怎么葬，真不是小事。有3种葬法千万不能选，不仅亡者无法超生，子孙还要跟着受连累。有缘看到这条影片的人，请相信我，你能刷到这里，说明你的财运已经开始涌动，健康也正在向你招手。我在心里为你祈求，保佑正在看视频的这个人，他心地善良，懂得感恩，希望他以后身体健康，大富大贵。我愿意用3生的虔诚换他一世的顺遂平安。人活一世，终究逃不过别离的一天。当生命走到尽头，遗体化作灰烬，那一捧骨灰该归向何处？这看似平常的问题，背后藏着天大的深意。它不仅关乎亡者能否安息，更牵动着子孙的命运和家运的延续。很多人觉得人都死了，一切都空了，葬在哪里不都一样？可要是真没区别，为什么自古以来咱们的先民对葬这件事看得那么重？为什么每一块祖坟都要精心选地、看风水、挑吉日？这可不是走形式，而是因为目的是天地人3界能量交汇的地方。葬得好，后代能昌隆；葬错了，子孙可能会衰败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一种灵性的传导法则。你想想，祖先和子孙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气脉联系，这股气脉就像无线电波，能穿透时空，在阴阳2界之间持续影响着彼此。过去土地宽广，人口少，人们讲究入土为安，土葬不只是让身体回归大地，更象征着灵魂有了安定的归处。因为咱们每个人的身体本来就是由金木水火土5行组成的，死后回到土里就是回到5行的怀抱，这是顺应自然的规律。可随着时代变了，城市里越来越挤，地价也越来越高，很多地方都不允许土葬了，火葬成了唯一的选择。人死后被火焚化，一生的形体变成烟尘，最后就剩下那一盒骨灰，承载着家人最后的牵挂。于是大家开始琢磨，骨灰该放哪儿？有人选了纳古塔，有人把骨灰撒进大海，还有人埋在树下，说要化作自然的一部分。现在环保葬、树葬、海葬成了流行词，很多人觉得这样更自由、更洒脱，也更现代。可在灵性的世界里，自由不代表安息，自然也不一定等于和谐。很多看似时尚的葬法，其实藏着阴阳错乱的风险。或许有人会说，人死如灯灭，哪还有什么灵魂受苦？可我从无数人的梦境、托梦和灵异经历里，一次次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呼唤。有多少人梦见过亡亲在梦里寒冷？又有多少人听过祖先托梦求助？这些梦从来不是偶然，那是灵在说话，是另一个维度的讯息。他们想穿越时空，让人间的家人知道，他们没有真正离开，只是去了另一个地方。灵界和人界的连接很微妙，祖先要是安安稳稳的，子孙自然能兴旺；祖先要是过得苦，家运就很难长久。所以古人说慎终追远，这不只是仪式，更是灵性的智慧。你可能没仔细想过，骨灰的归处决定的不只是葬的形式，更是灵的命运。在佛家的观点里，火化后的骨灰还带着能量场，那是生命最后的残影。要是把它放在不干净的地方，阴气重的土里，或者让它被风吹日晒雨淋，灵魂就会感受到寒冷和孤寂。这不是我凭空说的，很多信众的亲身经历都印证了这一点。有人把亲人海葬后，总梦见亡亲说冷得发抖；有人选了树葬，结果梦见母亲在梦里说自己动弹不得。那种冻到骨头里的孤单和寒冷，不是想象，而是灵被困在错误葬法里的真实感受。所以葬得对不对，不只是对亡者的尊重，更是对生者的庇佑。在民间流传的故事里，因为葬错地方导致家道中落的例子太多了。有人家的祖坟因为地势低陷进了水，家里的子孙就接二连三的生病；有人因为保管不当让骨灰混在了一起，家运就一年比一年衰败。灵学家说过，
祖先的骨骸包括骨灰，就像灵的载体，它周围的气场会直接传递给有血脉关联的后人。这不是玄学，也不是宗教恐吓，而是一种灵性的共振现象，就像无线电接收器一样，祖先的气波会顺着血脉通道传到子孙的命脉里。要是祖先受困，子孙的日子也很难顺遂；要是祖先能安稳，后代自然能昌隆。所以慎重选葬法，不只是为了让亡者安息，更是为了让后人得福。现在社会推崇环保葬、简约葬，甚至有人调侃树葬是回归自然最美的归宿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这些方式要是处理不当，可能会让灵魂没法超生，永远陷在轮回里受苦。人死后，身体归了尘土，灵该归向哪里？这不是简化程序的问题，而是灵性能否回归的问题。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好好说说，哪3种葬法是禁忌中的禁忌，还有哪些真实案例能证明他们不仅让亡者难安，还会连累后代子孙。这不是恐吓，而是警醒，因为死亡从来不是结束，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。现在这个时代，大家都讲求环保、简约、自然，连葬法都被冠上了时尚的名号，海葬、树葬、花葬听起来多有诗意啊，好像灵魂能化作风、化作水，融入自然里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当那一盆骨灰被送进风里、水里、树根底下，它真的能自由吗？还是从此没了归宿，永远漂浮在阴阳之间，无依无靠？先说说海葬。我之前遇到过一位先生，他的母亲生前是个特别慈祥的老人，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。临终前跟他说，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，就是喜欢大海，死后你把我撒进海里，我想一直看着大海。他听了特别感动，也没多想，母亲走后就租了船，把骨灰撒进了外海。刚开始他没觉得有什么，可过了1个多月，他就开始做噩梦，梦里母亲站在海浪里，头发湿淋淋的贴在脸上，双手抱着胳膊，牙齿打颤地说，冷，水里好冷。他一开始以为是自己太想念母亲了，可后来他的女儿也开始做同样的梦，而且女儿原本成绩很好，那段时间突然下滑得厉害，还总说头晕。他自己开的小工厂也莫名出了好几次事故，损失了不少钱。他实在没办法，就找了位懂灵性的师傅咨询。师傅告诉他，海水是积阴的，里面藏着无数的亡灵浊气，骨灰撒进去，灵体就会被这些阴气裹住，像被流放一样，既没法安定，也没法超生。那股阴冷的气场顺着血脉传到子孙身上，家运自然会受影响。后来师傅让他在海边的庙里立了个牌位，每天去上香，还诵读往生咒回向给母亲。过了差不多1个月，噩梦才停，家里的运势也慢慢好了起来。海葬看似浪漫，其实特别危险。海水的阴气极重，而且海里漂浮着太多亡灵的浊气，灵体一旦进去，就容易被这些浊气缠绕，很难脱离轮回，甚至会被困在海底。大海的浩瀚不是归宿，而是流放之地，阳气聚不起来，地脉也不稳，能量没法归位，灵魂长期被海包围，就会产生孤寂和哀怨的震频。这股震频会慢慢透过血脉传递给子孙，让子孙的气运变得阴沉低迷，还会无端破财。可能是生意亏损，可能是丢东西，也可能是要花很多冤枉钱在看病上。再说说树葬，现在很多人觉得树葬最环保，把骨灰放进纸盒里，埋在树下，说这样能和自然重新融合。可在灵界看来，这种融合往往是灵被束缚的开始。我认识一位信徒，他的母亲生前特别虔诚，每天都念佛，离世前跟他说想选树葬，觉得这样能化作养分，滋养树木。他遵了母亲的遗愿，把骨灰埋在了一片松树林里。可葬完刚1周，他就连续好几天梦见母亲，梦里母亲神色特别憔悴，声音发颤地说，孩子，我好冷，这里好湿，我动不了。他吓得1晚上没睡，第2天就去附近的宫庙请示菩萨。菩萨通过师父传话给他，说他母亲的骨灰埋在了沼泽湿地里，骨灰已经化进了泥里，成了树的养分，而灵魂被树根缠住了，根本动弹不得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树木的根部在灵学里被称为阴脉，它会一直向下延伸，和地气连在一起。要是把骨灰埋在树根下，就等于让灵魂被根系缠住，像被绳子绑在树下一样，挣扎都挣扎不开。很多修行者都指出，树葬后的灵体常会出现依附现象，也就是说，亡者的元神会被树木的灵气影响，慢慢和自然灵融合，最后失去自主意识。轻一点的没法投胎，重一点的甚至会被困在树林里，常年在林间飘荡，发出悲鸣。有位师傅打了个比方，灵被树根缠住，就像人被绳子绑在树下，想走都走不了。子孙的运势也会被这种束缚影响，事业上总遇到阻碍，想升职升不上去，想创业总失败，婚姻上也多波折，要么总吵架，要么感情不和，家里人还会频繁生病，不是感冒发烧，就是一些查不出原因的慢性病。更可怕的是，现在很多树葬地都是一片林地，埋很多人，
要是骨灰不小心混在一起，灵气就会变得杂乱，阴阳也会错乱，这会导致家族的能量混淆，甚至出现灵错位的现象。不同王者的气脉互相干扰，后代的基因磁场也会变得异常，可能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疾病，或者性格变得暴躁、孤僻。这就是为什么老人们说树葬祸根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最后说说花葬，花葬看起来是最浪漫的，把骨灰撒在花田或埋在花丛下，好像灵魂能和花香一起绽放。可老话说花开则灵安，花谢则散魂，这句话道破了花葬的根本问题。花有生有灭，季节一换就会枯谢，灵气也会跟着消散。佛家讲万法无常，花葬就是最无常的一种葬法。花枯了，土地变了，灵气就没了依靠。我之前遇到过一位女士，她的父亲生前喜欢养花，所以她在父亲走后就选了花葬，把骨灰埋在了一片玫瑰花田里。刚开始她每次去都能看到花开得特别好，还觉得选对了地方。可过了半年，市政府要重新规划这片土地，花田被推平了，要建公园。她得知消息后赶过去，只看到一片光秃秃的土地，连父亲的骨灰埋在哪里都找不到了。从那以后，她就开始做噩梦，梦里父亲坐在一片枯花里，哭着说花都谢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。而且那段时间，他的儿子总说肚子疼，去医院检查却没任何问题。他自己在公司里也莫名被同事排挤，还丢了一个重要的项目。花葬地大多设在公园或开放的场域，人来人往，阳气特别混乱，灵体要是没有固定的归位，就容易被外界的气场扰动，时间长了，灵石就会涣散，没法聚合。很多风水师都说，花葬看似是最柔美的归宿，其实是最容易被遗忘的角落。花开花谢很无常，灵魂也会跟着花香散掉，无依无根。现在很多人以环保为名，选这种简便的葬法，却忽略了灵魂的归宿才是最重要的。环保是对地球的爱，但葬法更应该是对灵魂的尊重。灵界讲究能量平衡，要是亡者被放在错误的环境里，能量场一乱，肯定会牵动血脉。所以有些家庭突然衰败，子孙多病，夫妻反目，往往就是因为祖先的葬法不当。海葬、树葬、花葬这三种看似浪漫的选择，其实都是灵性世界里的禁区。海葬含而无根，树葬缠而不脱，花葬散而无依。它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灵无归宿。古人常说祖先若安，子孙自旺，这不是空话，而是天地自然运行的法则。血缘不只是生理上的传承，更是灵性的延续。当祖先的灵魂归于安宁，能量稳定，那股祥和的气场就会化作福音，庇佑子孙。可要是祖灵受困，能量错乱，那股负面的波就像潜伏的暗流，会悄悄渗进血脉里，让后人命运坎坷，家道中落。这就是灵脉共振的真相。有位修行多年的灵修者说过一句话，祖先的香火、风水、基因是灵脉的三大根源。这句话说的特别对。香火是供奉的能量，代表着后代的敬意和牵引。香火不断，灵气就能凝聚。要是香火断了，祖灵就会慢慢失去力量，就像灯油耗尽，光明会渐渐熄灭。风水是灵的居所，祖坟要是地气顺，龙脉通，灵体就能安稳。要是地势破，气场乱，灵就会受困，不仅没法修行，还会被阴气侵蚀，产生怨念。这股怨念就会牵动子孙的运势。基因则是物质和灵性的桥梁，它承载的不只是血缘，还有祖灵气波的共鸣频率。一旦祖先的骨灰被错放、受损，那股错频的灵波就会传到子孙身上，导致一些无法解释的疾病、厄运和意外。所以有些人明明一直在行善积德，却总遇到不顺，灾厄不断。有些家族前一天还好好的，第二天就家运转衰，这些往往都和祖先的灵体受损有关。灵学家指出，每一个血脉相连的人都共享一条能量线，这条线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却能穿越时间和空间，把祖先的气息、福报甚至痛苦传递给后代。这就像无线电信号，祖先是发射端，子孙是接收端。要是祖先的灵体稳定清明，子孙接收到的就是光明和祥和。可要是祖先被困在阴湿的地方，灵波浑浊，子孙接收到的就是怨气和浊气。这种灵场的干扰会表现在现实生活的各种意象里。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头痛、胸闷，吃了药也不管用。有人夜里总梦见祖先哭泣求助，有人婚姻破裂、事业失利、财运停滞，甚至有人家里连年有人患重病或遭遇意外。这些现象往往就是祖灵受困的征兆。我还听过一个真实案例，有个家族在迁祖坟的时候，为了省事，把10几罐骨灰都拿出来放在太阳下晒，结果一阵风刮来，把装骨灰的袋子吹倒了，骨灰混在了一起，根本分不清谁是谁。他们没办法，只能大概分了分，埋回了墓里。可自那以后，这个家族连续5、6年灾祸不断，有人开车出了车祸，落下了残疾，有人查出了癌症，没多久就走了。
还有人因为投资失败，家破人亡。后来他们找命理师看风水，命理师叹着气说，灵脉错乱，祖先魂骨灵石都迷失了，子孙怎么可能安宁？骨灰是灵的最后容器，要是放错了，混了，就像电线接错了一样，能量会反噬，主灵分不清谁是谁，血脉的连接也会乱掉。这种混乱会在家族命运里表现为断运，家运就像被掐断了一样，一路下滑。还有修行者说灵错骨，命错代，意思是祖先的灵场混杂了，有时候甚至会造成灵魂错位，亡灵误入别人家族的气场，导致那个家族出现莫名的冲突、疾病或灾祸。古书《藏经》里有句话，气行于地中，发于墓上，意思是地气的流动会通过坟墓传递到后人身上。祖坟要是坐落在龙脉上，生气旺盛，那股地气就会顺着血脉注入后代，让子孙聪明、富贵、家运兴盛。可要是葬在湿地、水脉或阴气重的地方，那股气场就会变成阴波，干扰子孙，导致身体虚弱、财运不济、情感不顺。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人就算再穷，也愿意花大价钱请风水师看墓地。他们知道葬得好能福荫千年，葬错了会祸延3代。要是祖先的灵体不稳，往往会通过梦境或现象向后代求助。这些征兆大家一定要留意。第一，频繁梦见亡亲，而且梦里亡亲的神色很哀怨，还会说冷、说疼或者求助。第二，家里常有异象，比如没人的时候听到脚步声、叹息声，或者总觉得有冷风往身上吹，供桌上的香火还会无故熄灭，这说明祖灵能量衰弱，没法承接后人的供奉。第三，子孙连年不顺，要么频繁生病，要么破财，要么遭遇官非车祸，这些都可能是祖灵在传递受困的信号。这时千万别不当回事，最好请修行者诵经超度，多做功德回向给祖灵，用功德能量帮他们解困升华。菩萨曾开示子孙修行，祖灵得度，这不是比喻，而是真实的能量互通。当后人行善、放生、诵经、供灯，那股光明的能量会穿透阴阳界限，传递给祖灵，帮他们脱离阴寒之苦，升入更好的境界。我还听过一桩更令人警醒的事，有5位感情极好的女士，年轻时约定生前作伴，死后同葬，他们都觉得树葬环保又有意义，就说好100年后要埋在同一棵大树下。几年后，5人陆续离世，家人按照约定把他们的骨灰埋在了那棵大树的根系周围。可没过1年，这5个家庭就接连出事，有的家里孩子突然变得孤僻叛逆，成绩一落千丈；有的夫妻天天吵架，最后闹到离婚；还有的家人查出重病，花光了积蓄。后来有位懂风水的师傅路过那片树林，一眼就看出了问题。他说，非同族之骨，不可同葬。这5人的灵体气场不同，埋在一起就像5条电波在同一个频道干扰，能量场早就乱了，而且树根会把他们的灵体缠在一起，谁也没法脱身。这股混乱的气场自然会传到子孙身上。后来5个家庭只能把骨灰迁走，分别安置在纳古塔，又请人诵经超度了7期49天，家里的运势才慢慢恢复。从灵性角度看，祖灵的状态就像家族之树的根，根要是腐烂了，枝叶自然会枯萎；根要是茁壮，枝叶才能繁茂。所以为祖先选对归宿，不只是葬礼的一部分，更是一场跨越阴阳的修行，让他们能安息在地脉中，灵体稳定，气流通顺，那股祥和的能量才会渗透到家族的每一个角落，庇佑子孙。现在很多人没法土葬，选纳古塔其实是个妥善的办法，塔身高耸，能聚集阳气，而且香火不断。要是能在塔位旁供奉经文、佛像和长明灯，佛光能一直护佑灵体，不让阴寒之气侵扰。相比之下，海葬、树葬、花葬虽打着自然的旗号，却违背了灵虚有主、气虚有归的天理。灵要是没了归宿，就会四处漂泊，没法超生得度。佛家说万法唯心造，灵魂能否安息，不只是看葬法，更要看后人的心念和功德。有位智者曾说，葬法只是形式，超度才是本质。这句话道破了生死的核心秘密。火化后，骨灰只是身体的残影，真正的灵魂会跟着生前的业力和后人的功德，前往对应的境界。要是后人能坚持诵经、念佛、持咒，多放生、供灯，那股善能就像一道光，穿越阴阳界限，照亮亡者前行的路。可要是后人对祖先漠不关心，甚至随便选个葬法，让灵体无依无靠，灵体就没法聚气，更没法超脱，时间长了就会生出怨气。这股怨气顺着灵脉传下去，就会变成子孙命中的阻力。所以超度不只是念几句经的仪式，而是修复灵性连接的过程，让能量归位，让爱延续，这才是真正的孝道。要是你希望祖先安宁，家族兴旺，这5点一定要记牢。第一，慎选葬地，避开湿阴之地。葬地最忌靠近水源、风口和阴湿的地方，比如湿地、低洼处、
废弃的老宅旁，这些地方阴气重，会侵扰灵体。最理想的是阳光能照到，地气温和，草木茂盛的地方。要是选纳古塔，要选在佛寺或灵气清净的地方，避开嘈杂的角落。第二，确保骨灰不混乱。骨灰一旦混杂，灵石就会错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每一位亡者都该有独立的归位，不管是埋在土里还是放在纳古塔，都不能随意堆放或混合，哪怕是家人的骨灰也不能混在一起。第三，葬入后要保持香火不断，每月初一、15，还有清明、中元这些节气，一定要去上香、诵经，再供上鲜花和清水。这不是走形式，而是给主灵补充能量。香烟是灵界的信号线，只有香火不断，主灵才能感受到后人的念想，灵体才能稳定。第四，多行善积德，把功德回向给祖先。平时多做善事，比如放生、布施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护持佛法。做完后要把功德回向给祖先，功德就像阳光，能照亮祖灵的路，帮他们提升能量。祖灵能量强了，子孙自然能得到庇佑。第五，别被时尚葬法迷惑。树葬、花葬、海葬听起来美好，实则让灵魂陷入无归之境。环保是对地球的善意，但不能以牺牲祖灵的安息为代价。灵界需要归位，灵要是没了家，子孙的心里也会不安，家运自然受影响。近些年，不少人把葬法当成展现风格的方式，有人说我要花葬，浪漫又环保；有人说我要海葬，自由又洒脱；还有人说别麻烦后人，随便撒了就行。这些话听着洒脱，可从灵性角度看，满是悲凉。灵魂一旦没了归位，就像风中的孤魂，无根无依，最后还是会循着血脉找回家族，向子孙发出求助信号。这时子孙就会觉得身上有莫名的重压，事业做不起来，感情谈不好，家运停滞不前，还总生些查不出原因的病。这不是诅咒，而是灵脉的呼唤，提醒后人祖灵受困了。葬礼从来不是表演，而是人间对灵魂最后的庄严告别。要是把它当成潮流，当成设计，当成省事的办法，最后受苦的不只是亡者，还有一脉相承的后代。生死其实是一场修行，人死后灵魂的去向取决于生前的业力和后人的功德，而葬法就是连接这两者的关键。灵安、人安、心才安。祖先灵魂安稳了，后人的日子自然顺遂。祖灵受苦，子孙就很难安宁。只有以慈悲为根本，以智慧为指引，慎重对待葬这件事，才能让阴阳和谐，家运昌隆。其实正确的葬法一点都不复杂，骨灰有固定的归处，灵体有依靠，香火不断，能量能传递，多做功德，帮祖灵升华。做到这几点，亡者就能超生得度，子孙也能得到福报，家道自然长久兴旺。有人说人生像一场长途旅行，终点不是结束，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。死亡不是恐惧的源头，而是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，尊重生命的契机。当你真正理解葬法的意义，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爱的延续，让走的人不痛苦，让留的人不后悔，让祖灵能回归宇宙的怀抱，也让后人承接那份光明的祝福。愿每一个灵魂都能得其所安，愿每一个家族都能代代兴盛。慎终追远不只是对这一世的负责，更是人与天地、阴与阳、爱与灵之间最深的祈愿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要是你对本期内容感兴趣，点击右下角订阅我，我会每天为你分享更多实用的风水与养生知识。